如果没有人来幻想明天花儿会开放，就不会有人拼尽全力播种下希望。如果没有人来相信明天繁花似海洋，就不会有人跟随跋涉百年的茫茫。回首望，路遥遥，多少行囊没了主人。抬头看，路漫漫，理想依旧遥前方。回首望，路遥遥，多少脚印深深。抬头看，茫茫，理想依然在召唤。抬头看，茫茫，理想依旧遥前方。在朝鲜的每一天，我都被一些东西感动着。我的思想感情的潮水在放纵奔流着。它是我想把一切东西都告诉给我祖国的朋友们。但我最急于告诉你们的，是我思想感情的一段重要经历。这就是我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谁是我们最可爱的人。那一年，我刚满18岁，和所有人一样，听了齐越播送的《谁是最可爱的人》，深受感动，不禁让我产生了好奇：这个声音背后是一个怎样的人？这个好奇促使我决定成为一名播音员，参加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选拔。刚刚那是专稿组，这边呢就是联络组了，前面呀就是播音组。亲爱的齐越同志，我是来自山东海洋的李浩，听了你播送的《谁是最可爱的人》，很是感动。你的声音里有一种粗犷豪迈、气势磅礴的感情。第一次见齐越是考试的时候，他是主考官，给我的印象是可敬，但有距离感。第二次见他，他竟然在给同志们念听众写给他的信，当众自我表扬。所以，背稿的时候一定要认真。哎，小王，你来台里的时间最晚，感觉怎么样啊？又激动，又紧张。组长啊，那您也有过这种感受吗？有，永生难忘啊。是第一次播音的时候吗？不是，是开国大典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已经提前1个月制定好了计划，从编辑、采访、播音、技术还有行政等方面做好了准备工作。测试，1、2、3，7个总编，测试，1、2、3。
同志们，感觉怎么样啊？越来越激动了。我也是。都一样。我也是啊。下午3点，新中国的声音将第一次向天安门广场30万群众，向全中国、全世界进行实况广播。我们不仅肩负着重任，更承担着光荣的使命。所以一定要做到万无一失啊！你的判断是对的，走廊人太多，这里要安静许多。咱们这个话筒啊，灵敏度非常高，任何细小的声音都会被收录进去。现在全世界都在倾听咱们这一伟大时刻，听到杂音就不好了。是。各位听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就要开始了。现在，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朱德、周恩来、刘少奇等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中央人民政府毛主席表彰。听众朋友们，现在由毛主席按下电动按钮，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5星红旗。军乐队高奏代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现在正由毛主席亲手把它升起。参加大会的30万人民都一致肃立致敬，注视着人民祖国的庄严而美丽的5星红旗徐徐升起。国旗已经上升到旗杆的尖顶，开始在人民首都的万里晴空迎风招展。我们的国旗5星红旗将永远飘扬在人民共和国的大地上。分工负责编写现场实况播音稿。那一天，齐越和丁一兰同志在麦克风前站立了近7个小时，但是他们丝毫不觉得疲劳。这是新中国的声音第一次向全世界传播，而齐越、丁一兰就是履行党和政府喉舌的职责。谢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欣赏乐曲《春江花月夜》。哎，好。哎，小王同志，这个录音间的设备都熟悉了吗？都熟悉了。台里研究决定，让你先播记录新闻。工作量大，会比较辛苦啊。我没问题的。组长，像您每天收到很多听众的来信，是一种什么感受？解放进北京以后，我见到的第一位听众，是我党的一位地下工作者。我们见面的时候，他激动地握着我的手说：“感谢你们，把党中央的声音传播给我们。”当年在白色恐怖下紧张工作的时期，
他们非常希望有一天能够见到我们，向我们道一声你辛苦了。那一刻，我才感觉到自己坐在话筒前，责任有多重大。齐越说的责任重大，当时我并没有完全领悟，也没有切身体会到记录新闻对于听众的重要意义。昨日继续讨论议程。新华社林奇一行为什么不说鄞县鄞江区的鄞字，为什么不做解释说明？你这典型的是动嘴不动脑，思想上开小差。你不要以为收到了几封群众的表扬信，就放松了工作态度。作为一个记录新闻播音员，你要记住，只有责任重大。这是一个志愿军战士从朝鲜战场上寄来的信，还有他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一枚书签。信上说，有一次敌人炮击他们的阵地，他的一个战友为了保护全连唯一的一台收音机，牺牲了。他说，他们每次听到齐越的声音，都能够让他们感受到党和祖国人民就在他们身后。但是，他们心里提到的契约，并不代表我自己。而是代表党和祖国人民。哎，小王，你母亲姓什么？姓葛。葛。葛兰。好，从现在起，你播音的时候就叫葛兰吧。为什么要取一个新名字？葛兰并不代表你自己，就像齐越也不是我的本名一样。今后写给葛兰的信，你不能拆，但是写给电台、写给播音组的，由听众工作部的同志来拆信，你给大家诵读。写给王静荣的，才是你的私人信件，明白了吗？你坐在话筒前，葛兰就不再是你自己了，而是代表党和祖国人民。从此，我有了一个新的名字，也理解了齐越为什么要当众读信。对于当年的地下工作者以及抗美援朝的战士来说，记录新闻代表的意义不仅仅是新闻，那是来自党和祖国的希望之声。所以播送记录新闻是容不得一个标点符号的错误的。我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我们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以上就是今天记录新闻的全部内容。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葛兰播送。后来，齐越给我展示了一张他拍摄的合照，照片里中间的那名收音员
就是当年在白色恐怖下冒着生命危险抄收记录新闻的上海地下党员。我看着手里的照片，深刻理解了作为播音员的使命与重大责任。我从他身上学到了很多。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播音要动真的，但什么才算是动真的呢？直到多年以后，我才终于理解了其中蕴含的深刻含义。1962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20万亩麦子。周主任，组长今天不是休息吗？紧急任务，走！上级下达了紧急任务，点名让你来完成。今天下午必须录制完成。明天上午10点要全文播出，晚上9点重播。8号、9号继续重播。时间紧，任务重，你的责任重大呀！播音员会经常面对临时送来的稿件，越临时的稿件越重要。即使没有准备时间，也要做到一字不差地播出来。当时，齐越面对的是一篇1万多字的长篇通讯，这就更要看勤学苦练的真功夫了。现在播送新华社记者穆青、冯健、周元采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着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1964年的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行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
无论开会、做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杆部。他棉袄上的第2和第3颗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杆部。那天下午，录音制作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障碍，录音不得不中断。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痛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它，它就不欺负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的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1964年的3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坐在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感教日月，换新篇”。他铺开稿纸，拟好了4个题目：1. 设想不等于现实； 2. 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 3.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北好的未来。临行的那一天，由于肝疼的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啊！1年多来，全县149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120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组织上把我认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我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
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那天，我终于知道真是什么。作为一名播音员，要真体验、动真情、真热爱，这样才能用声音更好地传达党的真理，表达人民的愿望。我们的国旗五星红旗将永远地飘扬在人民祖国的大地上。各位听众，现在阅兵典礼就要开始了。现在播送穆青、冯健、周元采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越过山重水复路漫长，我是中国人民的播音员，中国共产党的播音员。我传达的是中国人民战胜艰难险阻、走向胜利的声音。我传达的是中国共产党的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我以此引为自豪。提起齐岳老师一个感激另外就是非常怀念他，直到现在也是这样没有他也没有我的今天。齐岳老师确实一个对党的这个广播事业那从接收电台开始是吧一直到这个作为播音组长，永远是我脑子里头不可泯灭的这样一位应该是广播界的先人我敬重的最敬重的一位老师齐岳老师。齐岳老师对党的事业无比的忠诚，齐岳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忠诚、敬业、爱民、奉献和廉洁。这里面呢，留给我们最宝贵的财富就是对党的事业的忠诚。齐岳老师把毕生的精力都投入到了我们党的播音事业和播音教育事业当中。他说：“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播音员，我是中国人民的播音员，我传达的是中国共产党堂堂正正的真理之声。我为做这样的播音员，我感到骄傲。如果我有来世，我还要做中国共产党的播音员，做中国人民的传声筒。”他这一点对我们的教育是最为深刻的。